大家好，最近这两天珠海的这事儿闹的是沸沸扬扬啊！就是11月11号晚上一个62岁的老头因为不满婚姻判决，开着车冲进了体育中心，造成了35死43伤。那这么大的伤亡数字，一下子就排进了2024年重大事故榜的前列。事发之后上面马上就有了批示，全力救治伤员，依法严惩凶手，加强风险源头防控。然后呢，各地社区就开始忙活起来了，要统计巴士人员和3D 3扫人员。川普刚刚当选美国总统，那按照四川普通话来说，巴适是舒服的意思巴适的很。但是这个巴士人员那可不是舒服人员。说白了，这个巴士人员就是那些投资失败、失业的、生活不如意的、感情受挫的、人际关系不和谐的、生理失衡的、精神状态不好的，还有管教不到位的年轻人。那3D 3扫呢，就是经济收入低、没啥地位、名声不显、交际圈子小、没啥机会、也没人搭理的人。这网友们都乐了，按标准这谁不是巴士是吧？现在房价这么高工作这么难找，那么谁还能事事顺心如意是吧？那用网友调侃的话来说，那除了公务员，那其他人群多多少少都能对上一两条。这个话说的也不绝对前两天咱们湖南省财政厅厅长还从楼上下来了呢，他也失去了生命，他也是医师。这个话刚才虽然是玩笑，但是确实说到点上了前几天还只摸排5尸，现在呢社区已经在摸排8尸了。哪天社区给你打电话，小张听说你对象和你没谈好，你不要惊讶，这是组织关怀范围是越画越大，这不是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法，只能说是用基层治理的办法，试图去弥补整个社会的这种制度短板。说句不好听的，这种统计和防控说到底就是给人贴标签 tag tag。 你说一个人投资失败了，是不是该被重点关注呢？工作没了是不是就成了潜在的这个不稳定因素呢？你这不是往人往死角里逼吗？再说这次事件的肇事者就是对离婚判决不满，按照官方说法说，所以就开车撞死了几十个无辜的人。这反映出什么问题那一是司法公信力出了问题，二是社会的这种心理疏导机制的严重缺失，第三个是基层矛盾化，它化解这个机制不健全。那现在社会压力这么大，年轻人动不动就说躺平中年人呢天天担心失业，老年人呢又怕看病养老，房价高企这个教育呢内卷，而且医疗系统资源紧张全他妈这样了，所以这才是真正的风险源头但是这些问题你靠统计这个巴士3D能解决吗？所以基层干部其实也挺难的那上面一个通知下来，你就得挨家挨户的统计，摸排填表格报数据，今天统计这个，明天统计那个，但是真正能帮到人的有多少呢？那些被统计进去的人，会不会反而因为这个标签，他在社区里边环境更尴尬呢？说实话现在很多社会治理措施就像是所谓 treating the symptoms not the disease 治标不治本，真要预防这种极端事件，得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这种不公平问题。你比如说完善司法制度，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建立更公平的这种社会财富的分配机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供这种普惠性的心理健康服务，要改革医疗、民生这些领域，建立更有效的这种利益协调机制。最后我说句大实话你与其把精力这个花在统计谁是巴士3D 上边，你不如想想怎么让老百姓过得更舒心一点。毕竟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不应该是靠维稳来维系的，而是要每个人都能看到希望，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所以这次珠海的惨剧不应该只是归结为简单的一个人的这种极端行为，而是应该为整个社会反思的这种契机。那些逝去的生命不应该白白死去
如果我们还只是停留在表面的这防控措施上，下一个悲剧啊，可能就在酝酿之中。所以呢，希望啊这次事件能够真正引起重视，而不是停留在统计所谓的83D 的这种表格上面，而是推动一些实质性的改革。毕竟啊，最好的社会治理啊，是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而不是生活在被贴标签的这个恐惧之中。好吧，这就是今天关于威海啊，把这个珠海啊，关于这个体育中心的这个惨剧的一个简单评论。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